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撒偏偏。虽然偏偏跟大家一样万分的不舍，但是这期视频本人不得不遗憾的通知各位，河神第一季的大坑终于要填完了。高兴归高兴啊，按照国际惯例，咱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上期剧情。胡婶轻信莲花清谗言，为了让儿子起死回生，在英国领事馆大型练尸术。小白一行人死里逃生，却通过警局的秘密档案找出了蒙古道的神秘传经人，就被关在天天守卫最森严的小西关监狱。奈何当小白、丁宝、小美在小西关聚齐，却碰上了监狱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暴乱。暴乱因传经人而起，他催眠技术了得，一双卡姿兰大眼睛，瞅谁听话。他控制着监狱长，释放了所有重刑犯，又让黄二少开路，不仅顺利越狱，还给小白留下一道送命题。送饭的小女孩也被催眠，小白往前一步，小女孩枪击小白；小白往后一步，小女孩开枪自杀。一声枪响之后，小白到底成功解题了吗？咱们这就来看看。小白赌了一把，就算小女孩有催眠加持，但她细胳膊细腿，又是第一次开枪，不一定有准头，所以小白选择向前一步，赌小女孩打不中他。可高尔基曾经说过，人太自信会被打脸。小白虽然没死成，但胳膊中枪，他无暇顾及自己，赶紧夺下小女孩的枪，去和丁宝会合。此时监狱内部经过一番混战，大部分犯人都被制服。彪哥以为事态平息，正准备打扫战场的时候，王二少不知从哪里窜了出来。他不是应该护送传经人跑路吗？怎么又回监狱了？小白刚要和黄二少搏一搏，却发现黄二少也被催眠了。黄二少勒住小白，多亏彪哥及时出手，一枪崩了黄二少。彪哥帅不过3秒。众人听黄二少死前念叨着复兴彩门，彩门戏法就是传统戏法的意思，在大众眼里，皇家的传统戏法最出名。传经人大概就是看透了黄二少想将传统戏法发扬光大的执念，就以此催眠黄二少回监狱送死，好方便自己躲藏。一波还未平息，一波又来侵袭。彪哥刚解决掉黄二少，又冒出一支军队抢功劳，非要接管小西关。这时肯定有小伙伴问了，军队是谁派的？其实一切都是小美3哥的安排。他按照秘书长的命令派军队去截胡，啊不对，是平息暴乱，但处理结果却没让秘书长满意。秘书长知道传经人不同于常人，本来还想研究研究传经人的大脑，3哥却说传经人被军队当场击杀，就地掩埋。秘书长觉得3哥操之过急，但他一向信任这个杨子，也不打算再追究。原来3哥并不是秘书长的亲儿子，小美的亲哥哥。没过多久，警局也接到了传经人被击毙的消息。小白和丁宝一直在警局蹲点，他俩和你我一样，当然是不信的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军方说枪杀，人就真的死了吗？再说了，就算传经人真死了，莲花清还活得好好的。彪哥越听越头疼，只好严令声明，有军老爷管这事儿，你们2个祖宗就别闹了。与此同时，3个因为监狱暴乱，差点有犯人伤及小美，对莲花清大发雷霆。毕竟一切的起因都是莲花清要救传经人，3个不想再配合这个疯子了。圣童找不着，传经人也死了，还拿什么复兴蒙古道？莲花清却毫不在乎，因为他早就在3哥的身体里放了虫子，所以他还能像从前一样命令3哥，既然传经人死了，那就把他的尸体挖出来。小白上演监狱风云归来后，小神婆不仅对收人的小白照顾有加，还难得没有和小白拌嘴吵架。他俩感情刚有点升温的趋势，老神婆就打断了暧昧的气氛，非要和小白私聊，说最近要给小神婆安排相亲。小白要是把小神婆当亲妹妹，就少和他鬼混。小白的感情之路被老神婆阻挠，丁某的感情之路也不顺利。小美那个秘书长老爹嫌曹营商会之间做鸦片生意，不允许丁某和小美再见面。丁某脸上笑着答应，心里却在骂脏话。等他回到家中，于斯已经打探到了消息，那连出现在小西关的军队就是秘书长的人马。次日，丁某把消息同步给小白，小白顿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特意调动军队，只为杀一个20年前的犯人，这阵仗也太大了。难道说秘书长和蒙古道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？想知道他的秘密，小白只能找个长辈问一问。下面再次有请老神婆上线。老神婆告诉2个后生，秘书长之所以能成为秘书长，就是因为他私心太重，20年前硬是独揽了剿灭蒙古道的功劳。丁会长气不过，带着胡总管离开军队，开始做生意。老和尚也只能回到罗氏队重操旧业。由此，曹营和秘书长就结了梁子。秘书长不让丁宝见小美，根本就是心虚。不过，秘书长对蒙古道的痛恨倒也不是假的。他派军队去小西关，就是感知到了蒙古道的动作，所以才要处决传经人，永绝后患。次日，小白和丁宝商量，要想查出秘书长的阴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偷偷从小美这里入手。丁宝约小美来到码头谈心，还没等进入正题，就被一群黑衣人包围了。还好3哥就在附近暗中保护小美。丁宝想问清楚怎么回事，3哥却不肯多解释，只说他来处理。3哥出现的太及时，让丁宝心有疑虑。不过短期内他应该猜不到3哥和莲花清之间的关系。老神婆不想让女儿插火蒙古道的事，把小神婆锁在家里，不让她出门。娘俩就打了一套太极八卦连环掌，小神婆更胜一筹，便抛下老娘去找小白。小白去丁宝屋里睡，把自己的房间留给了小神婆。可小白没想到，他睡到半夜，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闪进了房间。
今晚对小白来说过于惊心动魄，丁宝也没好到哪去。他告诉小白，他和小美在码头遭遇埋伏，三哥突然出手相助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猫腻。果不其然，三哥正在押送黑衣人的路上。黑衣人也是蘑菇道的邪教徒，今晚暗杀小美不过是调虎离山计。三哥只要跟着小美，莲花清就有机会去找传经人。三哥一直咬定传经人死了，实际上就把传经人藏了起来，并且从未透露过地址。所以三哥一开始不相信黑衣人的话，黑衣人却一脸得意地说：“三哥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自己去看看。”此话一出，聪明的大家应该想到了，这是调虎离山计 Plus 顺藤摸瓜。莲花清压根就不知道传经人在哪儿，他乔装成黑衣人，就等着三哥带路呢。传经人和莲花清没有隶属关系，他们虽然同属蘑菇道，但看上去却有点各自为政的意思。莲花清之所以执着于救传经人，就是因为传经人掌握的秘密能够更快地找到圣童。随后，莲花清只拿三哥做实验，把自己带有病毒的血喂三哥喝下，再看虫子和高端病毒结合，能不能让三哥进化成超级邪教徒，成为有意识形态的行尸走肉。另一边，丁宝正在研究破解催眠术的方法，那就是不要思考，不要集中注意力，而且对方每问出一个问题，都要反问一句为什么。把意识放在自己的问题上，才能最快的转移注意力。接着，为了练习催眠术，丁宝催眠了自己。丁会长，丁宝恢复清醒，小美真的来找他了。原来秘书长已经知道三哥背着他带走传经人，下令全城通缉三哥，所以小美赶紧来告诉丁宝，传经人没死。就在此时，小白发现小神婆不见了，房间里只留下一张门票，门票背面写着一个人来。小白来到门面上的茶楼，刚听了2句大鼓，伙计就来朝他要打赏。原本热热闹闹的场子瞬间安静下来，从唱大鼓的艺人到满堂宾客都一动不动。传经人已经酒后多时，他把催眠信息融入大鼓表演，再用伙计敲梆子的声音开启催眠的信号。小白本以为不会受影响，可没过2秒钟，他也不能动了。传经人又讲了一遍蘑菇道的诞生，蘑菇道邪教徒人人身中病毒，鸦片治标不治本，只有圣童的血能彻底医好病毒。好家伙，难怪莲花清一直在找圣童。20年前，蘑菇道培育了3个孩子，圣童就在其中。传经人所知的秘密，就是老河神剿灭蘑菇道时带走了一个孩子。小白如果感兴趣，可以猜猜是谁。说吧，传经人背了一首诗，停止催眠术，消失在舞台上，茶馆也恢复了常态。难道说蘑菇道的圣童就是小白本白？小白没办法，只能去找老神婆，想问问那首诗是啥意思。铁桶潮涨水漫，金钩蜈蚣挂尾，鲛人绵绵不绝，祸福事在人为。老神婆还真知道，当年蘑菇道汇集一堆居心不良的风水师，画了一张风水图，号称可以通过这张图找到蘑菇道的万恶之源。金钩银画是图的名字，蜈蚣挂尾应该就是破解风水图的方式。这张风水图如今就在秘书长手里。老神婆带着小白去见秘书长，秘书长也急于剿灭蘑菇道，便和小白达成协议，他拿着风水图，小白就同意秘书长的军队偷偷跟着他，伺机抓住传经人，甚至是莲花清。秘书长拿出图纸，老神婆摊开一看，立刻找到了万恶之源在哪里。花开2朵，小神婆沉浸在催眠中，先一步到达了万恶之源，一座废弃工厂。他走入了传经人布置的牢笼，把自己铐住。接着，传经人往笼子里注水，浇醒了小神婆。等小白找到此处，小神婆就要被淹死了。秘书长的军队不顾小白劝阻，非要立刻刺杀工厂。他们还没出手，就激怒了传经人，催眠大法又来了。这个场景令人震撼，为啥所有人都中招了，只有小白是清醒的？咱们接往外看，小白跟着传经人的身影一路找到囚禁小神婆的牢笼，笼子的钥匙就在传经人手上。小白恨不得一枪毙了传经人，可是在他开枪的瞬间，手里的枪变成树枝，他又回到了士兵互杀之前。大家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小白，小白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原来被催眠的一直只有自己。小白捡起树枝，重新和传经人对峙，传经人还是不为所动。传经人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因为他知道小白就是老和尚20年前从蘑菇道带走的孩子，所以他认定小白就是圣童。传经人话音刚落，小白就进入催眠状态，他走进笼子，潜入水中。没过多久，点烟边缘的场景再现。小白本想在熟悉的环境里抵抗催眠术，可他越抵抗就陷得越深，一会儿变成丁宝，一会儿变成小神婆，一会儿重回捞尸队，一会儿又被莲花清捅了一刀。小白差点在自己的血水中淹死，而老河神在危急关头出现在幻境里，提醒小白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。小白瞬间清醒，一下子冲出水面，把传经人拉进了笼子，又去抢他手腕上的钥匙。传经人在水里奋力挣扎，再也使不出催眠术。随后，小白打开小神婆的手铐，并反手把传经人铐在了水底。短短几分钟之内，战斗结束了。传经人草率了啊！万万没想到自己嚣张了好几集，最后竟然是被淹死的。另一头，快要改造完成的三哥逃出来找小美，他想在彻底失去意识前弥补从前犯下的错。三哥告诉小美，莲花清的目的不只是找圣童，他还有更大的计划。说着，三哥交给小美一张照片，让小美去求丁宝阻止一切，并提醒小美再也不要相信小白。小白却如三哥所说，他把小神婆送回家，趁他醒来之前留下一封诀别信。信的大致内容就是小神婆千万要自保，
他既然是圣童，那就换个思路，和莲花清勾搭一下也无妨。小神婆不知道小白去做什么，说啥都要跟着他，甚至要服毒威胁小白。小白不说清楚，他就服毒自杀。小白转身离开，小神婆逐渐失明，晕倒在大路上。看到这里，我都于心不忍，小白这也太绝情了吧！另一边，莲花清穿得像神探夏洛克似的，带着一帮黑衣人去见小白，说要让小白看到奇迹。难道你还是个魔术师？至于奇迹到底是啥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次日，小和尚叛变加入蘑菇道的事上了全城热搜，秘书长命令警局和军队同时抓捕小白，并下发通缉令，只要抓到小白就地枪决。丁宝不相信秘书长的一面之词，跑去质问秘书长，可就算他得知小白就是圣童，也不敢相信小白会投靠莲花清。不论如何，他都要站在小白这边。丁宝和秘书长撕破脸，带着小美和曹云的兄弟就去找3个赵文胜的大烟囱，烟囱就在蘑菇道的万恶之源。废弃工厂里，丁宝一行人赶到时，小白和莲花清已经顺着烟囱进入地底。丁宝一行人兵分2路，鱼子带着弟兄们对付黑衣人，丁宝和小美去找小白。莲花清意识到有人要搞破坏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把烟囱炸了。当地面上一片狼藉时，小白和莲花清却在地下悠哉悠哉地前往蘑菇道起源。路上，莲花清还是怀疑小白的目的，毕竟之前小白突然叛变，实在可疑。小白认真地说，他想通了。这一路以来，从开河大典丁会长至此开始，一切命案都源于人心险恶。薛大小姐死于亲爹之手，她的孩子是丁会长失手扔进河里淹死的。丁会长和王掌柜是胡总管所杀，胡婶又为了复活儿子，在英国领事馆炼尸，皇儿是要为权势杀害大哥。就连100多具飘的也是丁会长用含有剧毒的鸦片害死的。蘑菇道的教徒只是想缓解痛苦，抽点大烟有什么错？好家伙，这么一看，蘑菇道还是受害者。总之，经过这一系列案件，小白对人性非常失望，所以在发现自己是圣童以后，他立刻就打算弃恶扬善，帮助莲花清。可是莲花清真的会轻易相信小白吗？另一头，丁某在废墟中醒来，毫发无损。他一回头，看见于四用最后一口气扛下了一整块墙体。于四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，他让丁某快去阻止莲花清。丁某万般无奈之下，只能拉上小美先去地下。这一走，主仆2人就是生离死别了。地下，莲花清在和小白传达蘑菇道的终极奥义：感受痛苦，利用痛苦，收集生命，再制造生命的进化。这就是蘑菇道的精髓所在。莲花清自称为进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可到底啥是进化？小白一时间无法想象。其实说来说去，进化就是把虫子控制尸体，发展到虫子控制活人。莲花清的终极目标是虫子和蘑菇道教徒的完美结合。光说不练假把式，莲花清不介意给小白演示一下。好家伙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虫子还能把人改造成妖怪吗？接下来，莲花清带小白进入了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。看洞里的布置，这里应该就是蘑菇道的老巢。废弃工厂是万恶之源，溶洞内的水潭就是恶水之源。恶水之源本来不与任何水系连接，但20年前发生地震，恶水之源里的水流出，顺着海河这条支流感染了整个村庄的村民，这就是蘑菇道的起源。小白听懂了，蘑菇道邪教徒身体内的病毒都来自于恶水之源的水，仅仅一条小支流就能感染全村。如果莲花清也像炸烟囱一样炸了恶水之源，病毒感染全身心都不在话下。随后，莲花清打开早就设置好的机关，雕像中的水流光，炸弹就会掉进恶水之源爆炸。病毒今天有水侵袭整个天津卫，莲花清明天就买热搜说有何妖作祟。当老百姓都知道莲花清掌握着治愈病毒的方法，而小白拥有治愈病毒的血液，他们2人能对付何妖病毒的时候，莲花清在买营销号打造双合成人设，从邪教头子变身救世主。莲花清话音刚落，小白脸色一变。老和尚在的时候，从来不让他自称小和神，因为小白不过是个捞尸的，不应该自以为是，戴这么大的帽子。所以现在，就算老和尚失踪了，他也绝不会违背师傅的教训。小白已经知晓莲花清的阴谋，也不用再装下去了，他根本就没叛变，不过是想利用圣童的身份打入敌人内部。说话间，老和尚带着眼盲的小神婆也来到了废弃工厂地下。他失踪这么长时间，就是在寻找蘑菇道的老巢，没想到徒弟居然比他还快一步。另外，老和尚肯定的告诉小神婆，小白并不是圣童，因为20年前老和尚剿灭蘑菇道带入小白的时候，小白已经被感染了。真正的圣童是不怕病毒的。为了给孩子治病，老和尚尝试了无数种方法，最后研制出一种泡澡的药，可以暂时压制病毒。这些年来，小白天天泡澡、憋气、练水性，所以从未出现过中毒的症状。而小白这些年天天看师傅配药，也精通药理，所以才会眼睁睁的看着小神婆喝下毒药，因为那种毒药只会造成暂时性眼盲，过一会儿就没事了。丁宝和小美顺着炸开的地道找到了恶水之源附近。刚刚莲花清安排手动的妖怪就是进化之后的3哥，3哥无法控制自己的意识，必须按指令打退靠近溶洞的人。他本意不想伤害小美，所以只能逮着丁某打。丁某被打到快断气，3哥望向小美的时候又犹豫了，他精神恍惚，居然没躲开倒下的雕像。洞里，莲花清和小白已然开打。莲花清见小白实在难缠，正要用刀捅人，好在丁某和小美及时赶到。小白将莲花清的计划快速告诉丁某，然后2人分工合作。小白负责搞定莲花清，丁某和小美负责堵住出水口。本来这个策略简单直接易操作，然而就在此时，3哥挣脱了雕像压制，赶到了洞里。小神婆也摸索着找到了恶水之源，小白顿时扔下莲花清去救小神婆。小神婆虽然眼盲，却能感觉到3哥的动作。鬼太虚呀！这下小白直接炸了，就算3哥被病毒和虫子控制，但是他伤害了小神婆，小白就不能放过他。
说时迟那时快，莲花清趁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三哥身上，推开了堵洞口的小美。接着水流干了，炸弹掉进了恶水之源。丁某把莲花清一顿胖揍，让他赶紧说出阻止炸弹爆炸的方法。莲花清当然不会就范。小白见状，觉得英勇就义，他叮嘱丁某照顾好小美，又让小神婆别再为他流泪。说罢，往恶水之源里一躺。见小白进入了恶水之源，小神婆不顾身上的伤，也跟着跳了进去。水中的病毒慢慢侵入了小白的身体。小白喝到小神婆的血，病毒随之退散。眼看小神婆飘回岸上，他咬紧牙关，尝试阻止炸弹。其实当年老和神救下的除了小白，还有小神婆。小神婆才是真正的圣童，只不过老和神把小神婆放到了老神婆身边抚养。这一次，老和神把小神婆带到万恶之源，不只是为了救小白，更是为了救整个天津卫。那么，小和神和小神婆成功阻止了爆炸吗？就在观众还一脑袋问号的时候，和神第一季它完结了。What the？好在微微解说这部剧的时候，第二季都播完了。按第二季开头的说法，第一季结尾处，莲花清布置了不止一处炸弹，小白找到了那个没炸，可其他的炸弹炸了，他们侥幸逃过一劫。天津卫的水域却还是被病毒污染了，政府花了大力气清理水域，小白也因为勾结孟古道入狱。不得不说，和神第一季的结局实在是有些仓促，说是根本没有结局也可以，啥也没解释清的，就连案一抹黑了。据说导演当时也不打算拍第二部，但是由于网友的呼声过高，还拍了和神2，幸好拍了，要不然这些视频都不知道该咋收尾。和神改编自天野霸唱的同名原著，这部剧的故事、视效以及质感都很新颖，新颖到足够在《白夜追凶》《无证之队》等大热网剧辈出的2017年也占有了一席之地。编剧在原著基础上做出了大刀阔斧的改编，在大 IP 翻拍剧中非常少见，但改动太大带来的利弊也非常明显。先说优点，小神婆和小和神的感情线就加得非常巧妙，属于锦上添花。青梅竹马一起出生入死的情感，令小和神有了更多牵挂。两人最后是否能在一起，也成了许多人追剧的动力。丁某在原著中仅仅是小白的小师弟，到剧中就变成了逃狱商会的大少爷，既丰富了丁某的人物形象，也让他学法医、新科学的设定能更充分的与小和神互补。整体剧情结构的设计也挺出彩的，命案之间的衔接也是一环扣一环，环环都与魔鬼道相关。虽然节奏不算快，可也制造出了不少紧张感。再来说一说缺陷，改编幅度过大，导致很多情节都无法解释，有许多故弄玄虚的情节，甚至没有存在的意义，也就是大部分网友认为的挖坑不填。德国专家研究的抗生疫苗呢，胡总管进了监狱就没作用了吗？老和神消失那么多集，最后都带着小神婆找到了万恶之源，为什么之前不早点出场？莲花清和三哥到底是怎么凑到一块的？三哥有什么个人动机？20年前活下来的3个孩子，一个是小白，一个是小神婆，另一个去哪儿了？是丁某吗？还是小美？难道是三哥？秘书长不是派了警队和军队找小白吗？人呢？他为啥隔了20年才想起来要杀传经人？怎么不当时抓到的时候就直接杀了呢？莲花清是死是活？他安排的另一个炸弹在哪儿呢？我从未见过一部悬疑剧能在大结局挖下这么多的坑，第2季居然也有好多没有填。最后，便便想说，大家这回可以省省力气了，不管有多少点赞，我也不想做和神2的视频了，除非他赶紧出个第3季，把所有的坑全部填平了。当然了，如果大家有其他好剧想听我解说，也可以告诉偏偏，没准再开的新坑就是你的最爱。拜了个拜。